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元。官方终于做了玩家社群反馈，7月加8月了。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看了我的影片之后才发现到，好像还没有做玩家社群反馈，直到现在已经9月了才做7月跟8月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玩家社群反馈有提到什么意见。第一个反馈是说聊天室的，他说在更新之后感觉聊天室越来越卡了，比之前还要更卡了。这里有提到因为聊天室而让你的游戏冻结，就是游戏可能动不了，必须要重启游戏才可以进行请修复。策划答复这个是因为编码的问题，他说这个编码都是为了要准备之前我有提过的可能撤回或者是引用的功能而编写的，但是他们这里没有写什么时候会修复，只是说请耐心等待和感谢这个玩家的反馈。那我之前有试过好几次，就是打仗打到一半的时候是不能聊天了，就连一些标记啊都是不会更新的，你会突然间发现到为什么你的队友完全不讲话了。讲真的，这个影响其实还蛮大，尤其是我们玩的游戏是即时战略的游戏，聊天室不能运作的话，我们打仗会很困扰，尤其是不是每个玩家都有上 DC， 然后聊天室又不能聊天，就变成可能有一些指令没有办法传达出去，所以聊天室的问题尽快修复了，我是真的有感觉到这个问题发生。第二个反馈，希望军器系统的更换可以像装备一样，装备系统的更换更方便。策划答复感谢你的反馈，他们也有收到不少的反馈，都是有关于军器更换系统的，他们正在评估改进跟优化。我个人觉得军器系统还可以啦，现在有很多个格子给我们自己选择，所以我觉得更换不算麻烦啦。我反而比较希望官方他们可以做一个新的模式，就是我如果是在另外一个部队，他替换了第一个部队的装备或者是军器，不会把那个记录完全删除掉。那我们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你的第一队用的装备换去第二队，但是在没有脱下来的情况下换过去的话，你第一队的装备全部都会清光。我认为比较多玩家困扰的是这个问题啦，我觉得可以默认保存，就算你替换去第二个部队依然还是保存着，只是变成你原本第一个部队的装备就没有了，可能派出去的时候是没有穿装备的，又或者是你派出去的时候可能会跳一个通知讲你这个队伍是没有穿装备的。我认为修改这个问题会比较好一点啦。那如果你有做过车头的话，应该也是了解我的痛苦了。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装备呢都是没有讲特别多的那一种，有可能一套装备是共用的，野战集结都是用那一套装备，那你在野战的时候可能就穿上去了，当有人叫你开集结的时候，你这个野战的又要跑回家去脱下装备，然后再换去集结那边，我认为那个动作会比较多啊。如果官方可以省略这一步，就是你可以直接换过去，但是记录不会被删除，这个方法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装备方面也是一样，就是你换去别的队伍，他就直接把你全部清光，你要传回去的时候又要重新穿过。为什么我会突然讲到这个东西呢？因为最近都是我负责开集结，然后刚好我的司机的装备是最好的装备，我换去租房或者是集结了，结果就变成我的司机出去打架没有穿到装备，真的是笑死人了因为我印象中我是把查士丁尼的装备脱下来了，但是我忘记把这个装备穿去司机上面，因为步骤比较多的关系，可能你忘记或者是来不及了，就变成我这个情况了。不过幸好我打出来的报告还是有小赚一点点的，对方争议实在是太低了，假设我是在先锋的话早就死了咯。我认为更改这一点会比较好，我相信也有部分玩家就算不是集结或者是住房车头呢，也是会用到这个东西的。第三个反馈，哇，这个好长啊，我们分段来看吧。这个玩家反馈的东西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过的，你的争议三维颜色全部都是一样的，比方说骑兵全部都是绿色的，步兵全部都是蓝色，工兵全部都是红色。他说以前的颜色区分会比较好一点，现在看到这个颜色是会觉得很疲劳，就是说他想要换回以前那个颜色分类啦，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都已经接受了我都已经看习惯了他这里的回复跟之前那个国服的策划直通车是一样的，说到这个更新会带给玩家一定的困扰性啊，然后他也是有讲到可能会询问一些玩家的意见，或许是做一个调查之类的吧，看会不会有玩家反对这个东西。不过这个问题我还是开放给所有的观众啊，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更改之后会不会比较好一点，还是之前的版本比较好？那我个人或许是开太多军器想啊我现在已经看习惯了我反而会比较喜欢现在更新的版本啊，比较容易看，方便一点了，一看就是全部都是骑兵，全部都是步兵工兵。第四个反馈，这个问题我看过国服的玩家也是有跟客服讲过，就是修复霍去病的第3技能。他说这样子霍去病在跳矿的时候就不会重置30秒，并且说到采集点并不是建筑物，它并不能租房，这个对于霍去病来说非常重要。
尤其他是一位野战统帅，并且跳矿也是战术之一。策划反馈感谢你对霍去病的技能反馈，但是他们设计霍去病的本意就是不要让他去做地鼠，一直过度跳跃，所以他们并没有考虑要更改霍去病的技能。讲到这个东西，我最近深有体会，因为我最近在打仗，刚好我打仗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开集结然后他集结闪掉之后，正常来说一些玩家都是会去追击这些闪掉的部队嘛。这个时候你如果要跳矿的话，你就必须要避开霍去病，你不能点到霍去病去跳矿。那当然的，你要点到霍去病也是可以，就是他那个技能就没有办法用到而已。但是我个人觉得霍去病的技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因为这个是新统帅设计思路，我们必须要去接受。毕竟你们看一下霍去病的整个技能，如果他是没有限制这个东西的话，其实霍去病是真的很夸张。我自己身为骑兵玩家，我当然是希望骑兵越设计越强越好啦，但是我觉得设计到太夸张的话就没有必要了，所以我个人是可以接受的。毕竟你们想一下，如果他没有限制的话，一直提升技能伤害 30%， 然后怒气减少150点，你们认为其他兵种的玩家可以接受这样子的设计吗？官方是为了工兵跟步兵玩家着想，你们每天讲骑兵厉害，设计一个比较烂一点的技能给他吗？哎呀，不然你们又投诉啊。第5个反馈，如果账号等级低于25等级，没有办法在失落之地聊天室聊天。他说执政厅低于25等级的都不能进入失落之地了，为什么他们可以在聊天室里面聊天？哎呀，这个问题就是可能有一些玩家他们要进去里面拉仇恨了，这个好像我也是有提到过不是吗？也是讲要限制玩家，因为我看过不少的案例，就是在那个聊天室里面吵架带风向之类的，哎，是真的很烦啊。但是这一次策划的回复是他们会去更改这个东西，以防止执政厅低于25等级的玩家加入，请期待后续的更新。所以有一个东西是已经确认了，是会更改的。第6个反馈也是有不少的玩家问我的，顺武 P 巅峰期的顺武，他在旁边还加了一个旧步兵。策划回复他非常高兴听到玩家说想要顺武 P， 他们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们正在探讨顺武 P 加入的可能性。那你们看到官方这里呢是没有明确说一定会加入顺武 P 看清楚他们只是说有可能而已。那你们看一下之前官方的回复，问到关于 P 花统帅的时候，官方回复是讲真德 P 正在设计阶段，是直接确认的。然而这一次的孙武 P 他们讲有可能，我认为他们应该是有想法了，但是还没有开始设计，又或者他们只是不想要提早公开而已，有可能下一个新的步兵就是孙武 P 也说不定。至于会不会延续紫色的兵种继续用步兵呢？我觉得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步兵玩家可以期待一下孙武 P 了。第7个反馈也是最后一个反馈，让下一轮新的步兵统帅更好更强。这位玩家提到，如果你是步兵玩家，相当于你在玩困难模式，里面有提到不管是伤害、增益、减益、护盾或者是其他的效果都跟不上了。那下面应该是他提出的一些设计方案他讲单体输出高，并且增加一些跑速就已经足够了。他居然要单体不要 AOE， 这个玩家也是有一点神奇策划答复感谢你对步兵统帅的反馈，关于你提议的步兵野战统帅的设计，他们会在开会的时候讨论这个议题。这个也是不少的步兵玩家反馈不过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问题跟刚刚的孙武一起问的呢？其实我对新的步兵是抱蛮大期望的，我感觉新的步兵不会太弱，也有可能出一个全新的驻防，所以步兵玩家不要太过失望了。现在的步兵不能用，不代表以后的步兵也是完全不能用的。我之前玩骑兵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熬过来的，我希望步兵玩家可以看开一点那么以上就是7月跟8月的玩家社群反馈，没错，就是7题而已。我不知道为什么他2个月选出7题而已。那我去看了一下玩家的反馈呢，其实有好多问题我都不懂为什么只是选了7题出来罢了。至于各位观众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期再见。